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医学博士江田正所著的《通过饮食治愈肠胃不适，世界认可的 Default Map 饮食法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对肠胃不适的人来说，对肠道有害的4种食物；第二，让肠道恢复活力的3种饮食方式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对肠胃不适的人来说，对肠道有害的4种食物来开始解释。可能有些观众一直在努力实践被认为对肠道有益的饮食习惯，但仍然饱受腹泻、便秘、胀气等肠胃不适的困扰。即使去看医生，也被告知没有问题，但实际上却依然会感到肠胃不适。这种情况真的令人非常痛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肚子会疼，或者肠胃会出问题，这让人无法尽情享受生活中的乐趣。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自己体质的问题，医生只能与这些不适相伴。但作者告诉我们，不必担心，您的肠胃问题是可以改善的。作者建议，首先要停止食用以下几种食物：纳豆、牛奶、酸奶、小麦、洋葱和苹果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觉得小麦和牛奶还好，但是其他食物不是一直被认为对肠道有益吗？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研究表明，这些被普遍认为对肠道有益的食物，恰恰是导致腹泻、便秘、胀气以及肚子痛等肠胃问题的罪魁祸首。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的 FODMAP， 这是一类特定的碳水化合物，被认为是肠胃问题的主要原因。作者江田先生是一位胃肠科专家，已经为数万人进行了内窥镜的检查，亲眼见证了许多患者的肠胃不适。他发现，只要停止摄入 FODMAP 食物，绝大多数患者的肠胃问题都会得到显著的改善。而且这种饮食方法只需要停止食用一些常见的食物，不仅不用花钱，还可以立即开始实施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。本书介绍的 Default Map 饮食法，是通过避免摄入某些特定的碳水化合物来促进肠道健康。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方法闻所未闻，但是在海外，它已经是肠胃不适患者首先尝试的常见方法。在实践 Default Map 饮食法时，大家需要避免一些普遍认为对肠胃有益的食物。作者指出，这些被认为对肠胃有益的食物，实际上可能会对人体的小肠和大肠造成负担。市面上有很多关于吃什么对肠道和肠内细菌有益的信息，但每个人的肠道和肠内细菌都是不同的。一种对某人有效的健康方法不一定也适用于您。重要的是要倾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所有人都100%健康，因此大家需要认真聆听自己的身体，确认这种健康方法是否适合自己。本书介绍的 Default Map 饮食法，就是帮助您辨别什么食物适合自己，而什么不适合，属于一种定制化的健康方法。对于那些长期肠胃不适的人来说，通过尝试这种方法，您可以找到适合自己肠道的饮食方式，进而改善肠道的健康，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。Default Map 饮食法是世界上首个具有科学依据的饮食计划。目前在欧美国家，肠胃不适的患者首先会选择这种科学验证的饮食法。它的有效性已经通过发表在全球权威医学期刊上的论文得到了证实，并被推荐为最安全、最有效的治疗方法。对于肠胃不适的患者，这种饮食法可以显著改善症状；而对于那些肠胃健康的人，这种饮食法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。所以，如果您正饱受肠胃不适的困扰，不妨尝试一下这种饮食法。尽管市面上有许多关于肠道的健康书籍，但仍有很多人肠胃不适。这可能是因为许多肠道健康方法实际上是错误的。听到 FODMAP 这个词，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些复杂，但实际上它只是指4种碳水化合物，包括低聚糖、双糖、单糖和多元醇。引起肠胃不适的原因是某些食物中含有这些成分。本书介绍的 Default Map 饮食法，就是简单的避免含有这4种碳水化合物的食物。但是问题在于，
这4种糖类常见于被认为对肠道有益的食物中，医生也常常建议我们摄入这些食物。例如，为了调理肠道，医生可能会建议我们摄入低聚糖、牛蒡、豆类、芦笋等食物纤维，或者纳豆、泡菜等发酵食品。然而，这些食物并不一定对所有人的肠道都是有好处的。对于肠道健康且没有不适症状的人来说，这些建议通常是有效的。但对于肠胃不适或患有肠易激综合症的人来说，这些食物可能会加重症状。所以，我们首先需要辨别自己是属于肠胃不适的人还是肠胃健康的人。对于肠胃不适的人来说，可以尝试一下本书介绍的 DFODMAP 饮食法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这些对肠胃有害的碳水化合物的特点，以及具体应该避免哪些食物。首先是第一种糖类，低聚糖。低聚糖又被称为寡糖，包括低聚半乳糖和果寡糖2种。低聚半乳糖存在于小扁豆和鹰嘴豆等豆类食物中，而果寡糖则存在于小麦和洋葱等食物中。因此，如果您目前肠胃不适并准备开始 DFODMAP 饮食，就需要减少豆类、小麦和洋葱的摄入。对于没有肠胃问题的人来说，这些低聚糖通常会对肠道有益，因为它们是益生菌的食物，有助于保持肠道的健康。但是对于那些肠胃不适的人来说，摄入这些食物可能会适得其反。因此，您需要避免富含低聚糖的食物，如豆类、小麦和洋葱。尽管含有少量 FODMAP 的食物通常不会引起问题，但有2个例外，那就是洋葱和大蒜，即使它们含量很少，也应该完全避免，因为它们是引发肠易激综合症的主要诱因。对于有肠胃问题的人来说，除了洋葱和大蒜之外，还要避免摄入含有它们的加工食品。在购买食物时，请仔细检查成分表，确保其中不含洋葱和大蒜。另外，肠胃不适的人也应注意避免摄入小麦。小麦存在于拉面、意大利面、披萨等食物中。作者建议，肠胃不适的人应该避免摄入这些食物。相反，可以选择米饭，因为米饭不含 FODMAP， 不会导致肠胃问题的加重。因此，肠胃不适的人应该停止食用面包，改吃米饭。如果实在难以放弃面包和意大利面，可以选择无麸质的产品。现在市面上很容易找到用米粉制成的面包和意大利面，所以请充分利用这一便利条件，来改善您的饮食习惯。接下来是第2种糖类，双糖。双糖的代表是乳糖，主要存在于牛奶和酸奶等高乳糖食物中。一般来说，酸奶和牛奶等乳制品被认为有助于维护肠道健康，可以减少内脏脂肪、降低血压等。对于肠道功能正常的人来说，摄入适量的乳制品是有益的。然而，对于肠胃不适的人来说，乳糖可能会成为引发不适的原因。尤其是酸奶作为肠道健康的代表，虽然广为人知，但对于肠胃不适的人群来说，有时候会产生反作用。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肠道的不适，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控制摄入量，避免不必要的不适发生。接下来是第3种糖类，单糖。单糖的代表是果糖，它主要存在于水果和蜂蜜等食物中。我们日常摄入的许多食物都含有果糖，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无法在肠道充分吸收果糖，可能会引发肠胃的不适，例如腹部咕噜声或腹泻等症状。苹果、桃子、梨等水果含有较高的果糖含量，对于肠胃不适的人来说，应该避免食用这些水果。相反，香蕉、葡萄、草莓等水果则是比较安全的选择。此外，食用水果时的关键在于控制食量，避免过量摄入。即使是在安全的水果，过多摄入也可能增加肠胃不适的风险。接下来是第4种糖类，多元醇。多元醇的代表有山梨糖醇和木糖醇，常见于蘑菇、花椰菜等食物中，特别是木糖醇在口香糖等产品中也很常见。实践 DFODMAP 饮食意味着我们要避免含有这4种碳水化合物的食物。这种饮食法在澳大利亚、
美国等地得到了推广，主要是为了帮助患有过敏性肠症候群等肠胃不适的人们。首先要进行约3周时间的避免 FODMAP 食物来源的排除式饮食。排除性饮食包括从饮食中剔除一些食物，并在以后重新引入这些食物，从而找出引起不适原因的食物。当您决定实践低 FODMAP 饮食来改善肠胃不适时，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那就是要倾听自己肠道的声音。每个人的肠道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反应，因此最终能否吃某种食物应由您的肠道来决定。导致腹部不适的原因因人而异，非常复杂，所以您需要仔细聆听您的肠道发出的信号。这适用于任何健康方法，即使是被普遍认为对健康有益的方法，也不一定适合您。当然，有科学根据的健康方法可能会更有效，但并不是100%适用。重要的是要亲自尝试和验证被认为有益健康的方法是否适合您。所以在实践低 FODMAP 饮食时，同样要仔细倾听自己身体的反应，建立适合自己的定制饮食方式。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实践起来会有些困难，但如果这能显著改善您多年来的肠胃不适，那么付出的努力绝对是值得的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让肠道恢复活力的3种饮食方式。肠道健康对我们的整体健康至关重要。保持肠道年轻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，因此抗衰老的关键在于关注和改善肠道健康。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让肠道恢复活力的3种饮食方式。这3种饮食方式是：1. 不要像年轻时那样吃得过饱； 2. 尽可能摄取多样化的食物； 3. 控制进食时间。首先是第1种饮食方式，不要像年轻时那样吃得过饱。刚才我提到了，抗衰老的关键在于关注和改善肠道健康。但是，肠道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了解当前自己的肠道状况并不太容易，因此要了解肠道的状况，关注肠内的菌群是非常重要的。肠内菌群的失调会导致便秘、腹泻等症状的出现。研究表明，肠内菌群的紊乱不仅会影响肠道健康，还可能导致全身其他疾病的发生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肠道菌群的活动也会发生变化，这种变化可能导致肥胖、糖尿病、动脉硬化、肝癌等疾病的发生。我们的肠道菌群可能会肥胖化，这是因为小肠的消化吸收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。年轻健康的小肠能够充分吸收食物中的营养，到达大肠时几乎就已经吸收完毕了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小肠的营养吸收能力下降，导致大肠接收到更多未被吸收的营养物质。肠道菌群的肥胖化会导致糖代谢能力下降，胰岛素效果减弱，易患动脉硬化等问题。因此，我们不能继续保持年轻时的饮食习惯，否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。本书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习惯，在吃饭时控制自己的饱腹感，使饭后保持7分饱的状态。我们在年轻时可能会尽情地享受美食，但是现在应该在感觉还可以再吃一点时就立即停下来。如果过去常常吃到饱，经常吃完一碗再去添饭或大口吃饭，那么现在应该改变这些习惯。通过保持这种7分饱的饮食习惯，可以有效预防肠道的老化，特别是在过了50岁后，更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小肠，这样才能保持大肠内的肠道菌群的年轻活力。接下来是第2种饮食方式，尽可能摄取多样化的食物。刚才我已经强调了，不要像年轻时一样吃得过饱的重要性。保持肠道健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尽量摄取多样化的食物。作者指出，这对肠道的抗衰老非常关键。我们的肠道内生活着约100兆个肠道菌群，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并相互帮助。菌群种类越多，肠道就越健康。这是因为多样化的菌群有助于保持肠道黏膜屏障的功能正常，并增强人体的免疫力。然而，经常食用同一种类的食物会减少肠道菌群的多样性，可能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和肠道健康问题。因此，为了增强肠道的免疫力并保持健康，摄取多样化的食物至关重要。
尽管大家都很忙，可能会倾向于选择食用相同类型的食物，因为准备和食用多样化食材确实需要一些时间和精力。但为了培养多样化的肠道菌群，摄取多样化的食物是绝对必要的。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摄取多样化食物的重要性。此外，如果您正为某种过敏问题而烦恼，也应该意识到摄取多样化食物的重要性。最近，过敏性疾病如哮喘的患者正在增加，即使在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正常，仍有很多人持续遭受荨麻疹和瘙痒等症状。这些原因可能与肠道状态有深刻的关联。总之，长期食用同一种类的食物可能对肠道造成负担，并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。因此，如果您正为过敏问题而烦恼，建议改变一下食物的选择，尝试摄取更多样化的食物，这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过敏症状。接下来是第3种饮食方式，控制进食时间。有研究显示，仅通过限制进食时间，即使食用与平常一样的食物，也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。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。具体来说，建议大家将每天的进食时间限制在8个小时以内。如果我们能够在这8小时内完成所有的进食，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肠道生物钟恢复正常，从而拥有不易发胖的身体。这种限制进食时间的方法与目前流行的16小时进食法类似，即在8小时内进食，其余16小时保持空腹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不仅对肠道有益，还能带来许多其他健康益处。因此，建议大家不仅要关注食物的选择和多样性，还要注意食物的摄入时间和频率。最后，我想简要说一下另一个关键点，那就是保持规律的良好睡眠。作者指出，通过保持规律的睡眠模式，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恢复健康。我们的肠道在消化食物时会产生气体，这些气体主要会在睡眠中排出。通过获得高质量的睡眠，可以改善肠道的健康状况，特别是那些有着消化系统问题的人，更应该注重保证充足的睡眠。要获得高质量的睡眠，基本的方法还是要保持早睡早起的生活节律。每天早上起床后，可以打开窗帘，让阳光充足地照射进来，这有助于调整我们的睡眠节律。一旦睡眠节律得以调整，我们就能自然而然地享受到高质量的睡眠，从而让肠道及整个身体都能恢复健康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